齐元老道看罢这封书信，先是欢欣鼓舞，随后便是仰天长叹，潸然泪下，两只皱巴巴的老手不断地颤抖着，反复念着：师父还活着就好，师父还活着就好，还活着就好。对于这位突然冒出来的师祖，李长寿心底并无太多好感，将自己两个尚未成仙的徒儿扔在山中就自己跑了，多少有些不负责任。但是李长寿也无法去评说什么，他只是小辈，且自身的喜恶也不会左右他对此事的判断。师父只要不怪师祖，他也会敬这位师祖几分。虽然师祖的回归会让原本简单安逸的小琼峰变得稍微复杂，但终归只是新晋的天仙。李长寿有信心对方看不出自己的破绽，还能在今后更好地掩藏小琼峰的一些异常。自然，李长寿也叮嘱了师父齐元，莫要将他的事说给师祖。齐元思索之后，郑重地答应了下来。接下来的几日，李长寿和灵娥也开始忙碌起来，有秦玄雅、九九也在小琼峰上帮忙。李长寿亲自动手，在师傅草屋侧旁的风水宝地又修了一座草屋。九屋听说此事之后，也与九师一同过来，加入了指指点点的行列。齐元老道早早的就去了山门那儿守着，日日夜夜翘首以盼。李长寿暗中调整一些布置，检查自己在小琼峰山体内做的这些手脚，暂停了炼制镇机之事。新草屋落成的第6日，九九跨坐在葫芦上，从破天峰疾飞而来。哎，来了，两位门内长老已经接到了你们的师祖，齐元师兄让你们快去山门。正在布置草屋装饰的兰陵娥，在湖边作画的李长寿各自答应一声。不多时，李长寿驾云带着兰陵娥一同朝山门而去。临江散人从3000世界回返，若是从东边来，便会经过东海之东一处名为天涯海角之地。多仙门几日前便派了2位长老去天涯海角等候，此时倒也接上了。这2位长老不只是过去迎接，他们主要负责验明正身，询问临江散人在外行事，判定临江散人是否有入魔入邪等倾向。这些事在门内做总归有些不同，也不是第一次发生。故齐元、李长寿、兰陵娥师徒与九九、九屋2人在山门处又等了半日，才见一朵白云自东南方向慢悠悠地飘来。云上2位白发苍苍的门内长老站在前方，后面有个人影站着。李长寿略微皱眉，面色有些古怪，但并未说话。灵娥好奇地踮着脚打量，但是他修为太低，灵石此时还探查不到。又过了一阵，等齐元老道的仙识捕捉到了那2位长老身后的人影，齐元精神一振，连忙飞天而起，主动迎了上去。那2位长老对视一眼，各自朝着侧旁让开一步，露出了其后的那位。这是师祖？灵娥头一歪，妙目中满是惊讶。2位长老身后并不是什么白发苍苍一脸褶皱的老道，反而是一位身穿甲胄战裙，背着一把门板状的血纹长刀，脸蛋颇为可人的少女。李长寿看了一眼九屋，九屋眨眨眼，用一种肯定的口吻道了句：这就是你俩的师祖，临江散人江灵儿。这其实外相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李长寿在这不知道几千岁的少女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凶煞之气。此人的杀伐甚重，怕是在生死之间摸爬滚打，才得以突破了自身的桎梏，已与渡仙门的无为经背道而驰了。李长寿一眼就看得出来，少女背后的长刀
染了不少生灵的血魂。他白皙的脖颈上有一道浅浅的伤疤，一直蔓延到他的锁骨肩头。此时这位少女师祖并未显露出任何的凶相，只是注视着齐元老道，杏眼之中满是愧疚。看到老道模样的齐元之后，他先是禁不住笑了出来，本来想取笑二徒弟2句，但是他的笑容很快就消失了，渐渐紧皱眉头。齐元在云上直直地跪下，口中喊道：弟子齐元拜见师父。这位少女师祖一开口，嗓音颇为清脆：老二，你怎么会？渡劫出了差错，怎么化作了浊仙？老大呢？为何不见他出来见我？齐元张张嘴，却不知道该如何言说。8、9百年的艰辛化作浊仙的苦闷，此时在齐元的心底喷涌而出。师父，弟子无能，被人废掉道基，只能借浊仙之法苟延残活。霎时间，山门之外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一缕冰寒杀意自这位少女师祖身中弥漫而出。那只带着少许伤疤的小手已经握住了坚厚的刀柄，但又缓缓松开，将双手垂在身侧。老二，谁废的你？说。这位师祖看起来比我此前假设的最坏情况似乎还要再麻烦一些。李长寿看着前方云上正长吁短叹的师父，以及那面色冰寒明显是在克制火气的师祖奶，心底念头轻转。在李长寿刚入门时，看着师父草屋中的那些祈福牌位，下意识的就将临江散人当成了一名面容和蔼的老道。当然了，是男是女这个并不重要，但是师祖乃江灵儿，是少女面容与身形，大概率是早些年心有所属，固定了容貌身段，这可能就有情结因果。他为突破外出历练，而今归来凶煞护体，且身上负伤累累，却并未将伤痕完全化掉，留下了浅浅的印记，仿佛功勋一般。这说明很有可能师祖已经有另外一个圈子，这会牵扯出更多的因果。再有，这师祖的脾气明显不是太好，目有凶恶，平胸矮个儿，好像混入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李长寿看着九巫师伯传声道：师伯，快去丹顶峰，请万灵云长老赶去仙灵峰上。九巫顿时不明所以。啊，请督长老去仙灵峰干嘛？李长寿传声：稍后劝驾。九巫那短促有力的眉头皱了一下，很快就面露恍然，拉了一下自家道侣。九巫踮着脚，九师矮着身，两个人耳语几句，九巫便转身驾云，急匆匆地赶往了丹顶峰的方向，九师则飞往破天峰。另一边，齐元老道已经将当年之事简单的给自己师父说了一下。江灵儿略微攥拳，咬牙骂道：老二，我就是这么教你的，别人约你你就去。齐元老道低头一叹，只能道：唉，弟子糊涂，请师父责罚。回峰上闭门思过。江灵儿淡然道：我去见几位老友，再回来跟你数落此事。这是。齐元老道颤声应了一句，立刻站起身来，转身看到了自己两个徒儿。师父，弟子还有2个徒儿，长寿、灵娥，你们2个别愣着，还不快过来拜见？于是李长寿与灵娥一同驾云向前，齐齐躬身行礼。炼气是讲究跪天跪地跪师跪圣人，若非情绪到了，一般不会直接对人叩拜，都是行道医之礼。拜见师祖。老二，你还收徒弟了？江灵儿挤出微笑，暂时压住了火气。他在树妖中
翻出了2只玉戒指，用仙力包裹递给了李长寿和灵娥，努力展示着师祖的慈祥与柔和。近距离看，江灵儿的面容也算是出众，但是她身上的凶煞气息着实是太浓了，让灵娥完全不敢直视。江灵儿道：初次做人师祖，也不知该对你们说些什么，让你们拜个谪仙为师，受委屈了。这本是给你们师父师伯准备的，现在先给你们吧，稍后咱们再聊。你们也跟你们师父回封上，我去处理一些事儿。言罢，江灵儿只是看了几眼灵娥和李长寿，玉足前迈显露出颇为高明的身法，直接落在了山门前。那2名迎他归来的长老此刻已经发觉江灵儿的状况不对，立刻从后面跟了上去。一长老道：江灵儿师侄，此事门内已对当事之人做过了惩处。江灵儿并不答话，快步走到山门前。山门后护山大阵的光壁轻轻闪烁，守门仙人也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放他入内。江灵儿淡然道：当年我离山外出，得了门内应允，而今我突破回返，门内是嫌弃我一身血染。这……守门的2位老仙人对视一眼，手中法器同时亮起，打开了山门。江灵儿拱手道了一声谢，迈步入了山门中。他刚要踏入大阵，便轻轻顿脚。那2只看起来只有巴掌大小的玉足，却将山门内附了禁制的坚实石板踩出了蛛网般的缝隙。下一瞬，江灵儿身影如若离弦之箭，在半空拖拽出一抹锐利的血芒，朝着仙灵峰激射而去。那2位天仙境长老连忙跟了上去，但他们御空的速度竟然远不及江灵儿破空之势。李长寿见状倒是挑了挑眉头，嘴角的笑容一闪而逝。灵娥小声嘀咕：师兄，师祖奶奶给人感觉好厉害。李长寿刚要说话，忽然听得一声杀意凛然的嗓音在护山大阵内传开：仙灵峰蒯司之师，出来！正准备回小雄峰上等师傅的齐元老道，此时才反应过来，匆忙喊了一声：长寿，快去劝劝你师祖。灵儿，你陪师傅回小雄峰。李长寿如此道了一句，转身入了护山大阵，驾云不急不缓地飘向仙灵峰上。其他先不论，师祖不找蒯司，直接找蒯司之师，这就让李长寿高看了一眼。仙灵峰上掠起了几道天仙气息，江灵儿的身影在空中静静站着，战裙裙边略微飘动，长发被凌风吹得不断的飘扬。这位师祖乃……李长寿越看越觉得还挺不错的。江灵儿冲到仙灵峰上，直接约战蒯司之师。仙灵峰峰主出面，门内长老出面，江灵儿皆不搭理，一句我就讨个说法，让他们也无法多说。蒯司之师那位李长寿盯了很久的天仙长老很快就露面了。江灵儿来了句：就是你。对方刚刚点头，还没有来得及说话，一记血芒在江灵儿手中绽放，直接刺向蒯司之师的左肩。这一击除却李长寿之外，空中的几名天仙谁都未看清江灵儿是如何出手的。蒯司之师猝不及防之下，左肩被那血芒穿透，肩后溅起鲜血，护体仙光瞬间被破。这若是瞄此人的要害，这天仙老道不死也得重伤。江灵儿立刻前冲，双目无比的凌厉，背后大刀化作一条浑身血纹的白虎凶兽，手中反握2把短刃。周遭几名天仙连忙出手阻拦，白虎凶兽护持在江灵儿的身周，卷起阵阵的血风，场面一时间颇为混乱。那仙灵峰的峰主也是气急，对江灵儿全力出手打出一掌，但是这一掌还未落，丹顶峰方向闪来一道身影，正是万凌云长老。
万凌云老爷子立刻出手，直接将仙灵峰峰主一巴掌扫飞出去，又抬手摁压，把江灵儿暂且困住，拉起偏架来也是丝毫不含糊。停手！万凌云长老冷然道了句，皱着眉头注视着江灵儿。江灵儿一言不发，身形轻旋，身周竟然出现了数十道刀刃的划痕，宛若花瓣飘舞，美轮美奂，却又暗藏杀机。万凌云长老所做仙力禁锢，竟然瞬间被他斩破。随之，江灵儿一步迈出，身形如鬼似魅，在空中画出了10几道幻影，轻松地绕过几名天仙的身影，齐齐攻向蒯司之师。李长寿心底暗赞，师祖乃这真是刀尖舔血，生死历练出来的搏杀之技啊！出手不含糊，下手之分寸，身形多变换，招式多欺诈。可惜师祖乃最开始也只是想伤人而非杀人，这一点倒是落了下乘。那蒯司之师不甘被欺，立刻记起几样宝物，但是不等宝物闪烁仙光，一把匕首诡异地出现在这老道的背后，对着他的右肩直接扎下来。眼见血光再起，忽然听得一声略带叹息的嗓音传来：“住手吧！”江灵儿动作一顿，身形立刻后退，扭头看向了破天峰的方向。那边有10多道的流光飞射而来，但是最先一人已经负手飞抵，并前2缕白发，冷漠的面容也颇为英俊，正是门内明面上的最强天仙忘情上人。就听忘情上人道：“江灵儿，不要让事情无法收场。”李长寿还以为按照师祖奶的脾气，对忘情上人也会冷笑一声不屑一顾，怎料……哦，